Atlas 这颗来自星际深处的访客，正在让我们重新审视对宇宙的认知。世界上最先进的4台天文望远镜联手观测，结果却颠覆了我们原本以为已经牢固的科学认知框架。4台横跨地球与太空，代表人类最前沿技术的超级望远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比例、不同时段持续锁定Atlas，结果带来的却不是确认，而是震撼。我们对星际天体的基本认知被这些数据撕裂、重组、重新定义。在过去的数周里，全球各地的天文台如临大敌般调动资源，将最先进、最高灵敏度的设备集中瞄准这颗编号为Atlas的神秘天体。这是人类确认的第3颗从太阳系外闯入的访客，每一分每一秒的观测都可能改写天体物理的课本。而这些望远镜带回来的数据一经分析，便让无数科学家目瞪口呆。Atlas 的一系列异常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彗星结构、成分与行为的传统理解，仿佛科学界多年来建立的理论大厦一夜之间被重新奠基。最先进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率先做出了惊人发现，它侦测到的某些化学现象在现有理论框架下根本不该存在，仿佛这个彗星不是我们宇宙熟悉的一部分，而是从某种平行世界中穿越而来。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以其锐利的视角，捕捉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构细节，细到令专家反复确认数据是否出错，却依然无法用现有知识做出合理解释。在智利安第斯山顶的甚大望远镜 VOT 探测中，一些罕见甚至从未在彗星中发现的化学元素惊现视野，足以推翻教科书中数十年的基本定义。而 NASA 的 Spherex 任务更进一步，在Atlas 的轨迹中发现了庞大数量的意外成分，连资深研究者都哑口无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数字。在这场跨越多个大洲、动用了太空与地面联合观测资源的科学协作中，各方最终一致得出结论：这颗被误认为彗星的Atlas根本不是我们认知中那类冰雪组成、路径可预测的太空雪球，而是一种全新的星际来客，一种尚无名分的宇宙谜团。接下来的故事将带您逐一揭开这4台望远镜如何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协作密度，共同拼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宇宙图像，一幅彻底改变我们对星际来客乃至对宇宙自身认知的科学图谱。2025年8月6日，一项关键性的观测任务悄然展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利用其精密的近红外光谱仪，将目光锁定在Atlas的挥发区域，也就是环绕彗星核心如云雾般神秘的气体与尘埃包层。科学家们期待通过分析这些光谱信号，能从中解读出它的化学密码，找到它来自何方，又为何而来。韦伯的数据一经传回地球，便在全球科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研究团队最初以为仪器出了故障，反复校验后才确认，这颗星际来客的组成远远超出我们已知宇宙来宾的范畴。通常来说，无论是太阳系内部的传统彗星，还是像阿尔鲍里索夫那样的星际前辈，它们的挥发都富含水蒸气，这是天文学界公认的常规现象。水被视为彗星存在的基本指标之一。然而Atlas却完全颠覆了这一规律，它的挥发成分显示出惊人的异常，仿佛它来自一个不讲水规则的宇宙区域。数据显示Atlas的挥发中，水所占比例极低，反而是二氧化碳成为主导物质，其含量与水的比例竟然高达 8.1:1， 这在彗星研究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记录。这个比值远远超出了科学家过去观测过的任何一颗彗星。不仅如此，连接近的例子都找不到。这颗星际来客的化学图谱简直像是从另一个宇宙拷贝而来。试着想象一个完全颠倒的行星系统，在那里，水不是生命之源，而是一种稀有且难以存留的衡量分子，主导星球气候与化学过程的是二氧化碳，这正是Atlas可能的家园。这种极端的化学构成强烈暗示Atlas的起源地并非我们熟悉的太阳系类恒星形成区，而可能是一个截然不同、充满高能辐射与特殊物质分布的恒星产房。那里孕育出的行星胚胎与我们熟悉的行星体系毫无相似。
有科学家推测，Sun Atlas 很可能是在其母恒星的行星盘中靠近所谓二氧化碳冰线的区域形成的，在那里低温足以冻结二氧化碳，却不足以凝结水汽。又或者它曾暴露在剧烈恒星辐射的环境中，水分早已被蒸发殆尽，只留下更为稳定的二氧化碳。这些极端条件塑造了它今天与众不同的化学轮廓。这种罕见甚至前所未见的化学成分比例已经动摇了科学家们对彗星形成过程的信心。一个迫切的问题开始浮现：我们以太阳系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彗星模型，是否根本无法套用于银河系中的其他恒星系统？ Sun Atlas 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模型的局限，也揭示了星际复杂性的冰山一角。韦伯望远镜带回的数据不只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发现那么简单，它像是一颗精准投向科学中心的重磅炸弹，不仅炸开了我们对彗星组成的固有认知，更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迫使科学界重新检视其数十年来赖以构建星际模型的理论基础。这些数据直接冲击了我们关于彗星诞生、演化乃至轨道行为的基本设想。科学家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对彗星的理解是否仅限于太阳系的本地规则？而在宇宙的更深处，还有多少另类的形成逻辑等待我们去揭示？正当韦伯将目光投向化学成分的内部世界时，地球轨道上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没有停下脚步。它的广角相机3开始连续拍摄Sun Atlas，并生成目前为止最为清晰、最细致的星际彗星图像，全景式的记录这位星际来客的外观特征和运动变化。早在8月之前，哈勃就已抢先出击。2025年7月21日，他将自己的精密镜头对准了Sun Atlas的心脏地带，重点聚焦于那颗谜样的彗核以及环绕四周动态变换的彗发结构。这次精确观测为后续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而这些图像显示的内容让人惊异不已。无论从形状、亮度分布还是彗发的结构层次来看， Sun Atlas 显示出的特征都与以往任何已知彗星截然不同，如同第一次看见一种未知生物，令人既困惑又兴奋。通过反复分析图像中光的反射强度和彗发的扩散程度，科学家初步估算其彗核尺寸竟从最小的320米一直扩展到惊人的 5.6 公里。这种跨度异常之大，暗示着彗核本身极不规则，可能由多个子结构或碎块拼接组成，如同一块在星际风暴中千锤百炼的太空岩石。环绕彗核的彗发是由细腻尘埃与挥发性气体组成的朦胧光晕，其形态在哈勃的镜头下逐渐显现为一种泪滴状的羽流结构，后方还拖曳着一条淡而狭长的尘埃尾巴，如同一道静止在真空中的宇宙涟漪。然而，让科学家真正皱眉的还不只是这奇特的外形，形状只是表象，真正令人困惑的是它所透露出的动力学行为和喷发机制，几乎违背了我们对彗星活动的基本预设。当科学家进一步分析Sun Atlas的喷发模式时，却发现它完全不遵循课本上的规律。它不是均匀地向太阳侧释放气体，也没有典型的周期性喷流，反而表现出一种错乱而不对称的排气节奏，仿佛它在用自己的语言宣告：我不是你们认识的彗星。进一步的光谱分析显示，哈勃几乎侦测不到任何预期中的水蒸气与一氧化碳喷流信号，这本应是彗星最常见的挥发元素，却在这里神秘缺席，让人不禁怀疑这颗彗星是否根本来自一个没有水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归类的、不规则且方向各异的气体释放模式，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非对称结构。这种行为极可能暗示着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新型彗星活动机制，可能涉及到不同类型的冰或其他未知的星际物质在发挥作用。哈勃的长时间曝光图像揭示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Sun Atlas 的彗核似乎正在主动释放物质，但它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于我们熟知的任何一颗彗星。不是喷射状的雨流，也不是被加热后爆发的气体，而是一种混合了抛洒、脱落与局部蒸发的碎片化排放，像一座正在缓慢崩解的古老冰山，在太空中轻轻地散开自己的组成元素。对专注于研究彗星动力学的科学家而言， Sun Atlas 的这些影像就像是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在惊叹之余，
他们也不得不暂停脚步，重新思考几十年来建立的喷发模型和轨道行为假设。因为这颗星际彗星展现出的运行方式，就像一本用未知语言书写的物理教材，颠覆了所有已知范式。8月21日，位于智利帕瑞纳山的甚大望远镜 VOT 加入调查，它使用超高解析度的光谱分析设备，对 San Atlas 的化学指纹进行了深入剖析。每一道光谱线都是彗星组成的密码，科学家如同考古学家般，一步步揭开这位古老访客的身世之谜。分析结果一出，科研团队集体震惊，那些本不该出现的化学痕迹清晰可辨，而某些异常的金属元素则像幽灵一样，在光谱图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讯号。这不仅令人震惊，更是科学意义上的惊艳发现。VOT 的数据证实San Atlas 的气体中确实存在氰化物，这是一种在某些彗星中偶尔可以探测到的分子，但更加震撼的是，它还首次检测到了镍的存在。这种重金属在冷冻状态下几乎不会挥发，因此极少能在彗星的挥发中被观测到，除非它们来自极其特殊的高能环境或经历过剧烈变化。这一点镍的存在成了破解 San Atlas 起源之谜的关键钥匙。它或许来自恒星演化末期的高温熔融环境，也可能是某个富含金属的古老恒星系统中释放出来的星尘遗物。这一痕迹像是亿万年前宇宙大火炉留下的微光，悄然藏在这颗星际访客的身体里。这些镍原子可能诞生于一颗早已结束生命周期、爆发为超新星的恒星核心，或者是在一个富含重金属元素的星云中，通过无数年微粒积累而成。这说明San Atlas 的构成不仅古老，更带有外星遗产的印记，代表着一个与太阳系迥然不同的诞生环境。将目前掌握的数据与已知太阳系天体做比对，科学家很快得出结论：San Atlas 的化学组合完全跳出了谱系，无论是小行星、冰冻彗星还是柯伊伯带天体，都找不到一个化学结构与它相似的近亲。它就是一位来自遥远星域的孤独旅行者。当氰化物与镍这两种化学标记被同时观测到，它们所构成的指向性变得明确。San Atlas 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70多亿年前，也就是比我们的太阳系还要古老的宇宙时期。那时，另一颗恒星的演化过程正在上演，而它所抛洒出的尘埃、金属和气体，如今以 San Atlas 之名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眼前。因此，我们眼前的这颗彗星其实更像是一只来自外星的时间胶囊，它封存着一个早已湮灭的恒星系统的化学记忆，携带着另一个宇宙角落的诞生秘密，从远古的尘埃中走来，只为在人类科技触及它的刹那，道出那被遗忘的宇宙往事。San Atlas 所携带的物质构图仿佛是一份旅程的档案，它穿越过银河系的悬臂，横越过星际空间的真空荒原，经历过高能宇宙辐射的洗礼，也曾遭遇过撞击足以摧毁一般天体的剧烈碰撞，但它仍然顽强存在，如今带着那段漫长旅途的痕迹，出现在我们的观测视野之中。而就在科学界还在消化这些惊人发现的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SPHERES 任务也投入了战场。这项旨在绘制宇宙红外光谱图的大型任务，恰如其分地将观测目标锁定在 San Atlas 身上，并意外揭示了更加神秘的一层面纱。从8月8日至12日 ，SPHERES 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深度观测。它的红外设备不仅捕捉到了彗星表面释放热量的方式，还对彗核本身的体积与质量进行了细致分析，旨在搞清楚这个不像彗星的彗星到底有多大、有多重。最终得出的数据如同在安静湖面投入一块巨石，科学家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陷入短暂的沉默，因为他们从未设想过一颗星际彗星竟会如此庞大。SPHERES 的数据表明，San Atlas 的核心直径可能高达惊人的46公里，这几乎是之前最乐观估计的10倍之多，而它的质量更是超过前2位星际访客奥莫莫和阿尔鲍里索夫的总和上百万倍。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星际天体的常规认知尺度。按常理说，如此巨大的天体早该在2025年年中之前就进入我们的观测网络视野，但它却像一艘关闭所有灯光的星际幽灵船，悄无声息地掠过了人类的注意力。直到智利的 Atlas 自动巡天系统偶然捕捉到它略微异常的轨迹，
这个庞然大物才终于被拉回雷达。科学家们不禁提出疑问：一个直径超过40公里、带有明亮挥发并处于活跃喷发状态的巨大星体，究竟是如何在现今几乎无死角的天文监测系统中隐身了这么久？这种反常现象揭示了观测技术的盲区，也暴露了我们对星际物体潜藏机制的了解仍有重大空白。答案或许藏在它的化学与物理结构之中，某些特定的物质比例可能导致它以不同于普通彗星的方式反射太阳光，从而掩盖了自身的真实亮度。而它挥发中的粒子或许具备特殊的光散射能力，使它在某些波段上几乎隐形，像披着迷彩的太空来客划过了我们的望远镜。眼下，这一隐形聚合现象已成为天文学界急需攻克的新课题。如果3Atlas 都能悄无声息地接近太阳系，那么是否还有更多类似体积甚至更大的星际天体，正藏匿在我们的盲区中，随时可能造访我们身边？通过4架独立的超级望远镜——哈勃、詹姆斯、韦伯、智利甚大望远镜和 NASA 的 SPHEREX 各自以独特的技术手段，从不同维度对3Atlas 进行了连续追踪。无论是可见光、红外光还是高解析度光谱，每一组数据都像拼图的一块，如今终于开始汇聚成一个令人惊叹的全貌。这场科学协作并不仅限于几台主力望远镜，Atlas 巡天系统的发现网络横跨3大洲，分布在夏威夷、智利和南非的多个天文台全天候接力观测，展开了一场全球级的天体围猎，确保3Atlas 的每一次运动、每一分变化都能被连续记录。随着数据不断被比对与验证，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渐渐浮出水面。4台望远镜，不论所用仪器为何、观测方式有多不同，最终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一致观测到3Atlas 的异常化学组成、诡异活动模式以及其令人啧舌的巨大、扭曲、不规则的汇合结构。这种全球科学界的同步确认，在现代天文史上极为罕见。更关键的是，这些结果不仅在地面观测之间达成一致，就连身处太空、远离地球大气干扰的詹姆斯、韦伯与哈勃也得出了完全吻合的结论。这一事实几乎彻底排除了设备故障、环境干扰或偶发误差的可能。科学界只能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这颗天体是前所未有的存在。在科学研究中，还有哪种情况能比多重独立观测得出一致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当4台代表地球最高观测能力的天文望远镜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结论时，那不仅是证据的重叠，更是科学共识的形成。科学不再是假说，而是事实。可以说，3Atlas 是近代天文学史上审查最严密、观测最充分的星际事件之一。所有参与望远镜都进行了长时间、多波段、多角度的持续监测，每一点数据不仅被独立验证，还经过交叉审阅。最终，每一条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天体并非凡品，而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宇宙艺术。现在，我们可以断言，3Atlas绝非一颗普通彗星，它不是一块偶然闯入的冰雪碎片，而是一个携带着另一个恒星系统信息的宇宙移民，像一页飘落在银河书页之间的残章，等待人类去诵读。它的成分、体积、行为轨迹和历史背景都表明，3Atlas曾在遥远星云中历经炽热、冷却、解体，在组合的漫长旅程，正是在那些外星恒星的形成之火中，它被铸造出来，成为一个穿越时间的信使，带着太阳系尚未诞生时的秘密，悄然靠近我们的世界。然而，当所有望远镜的证据指向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3Atlas不只是一个天文奇观，它究竟在告诉我们怎样的宇宙真相？我们所接收到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一次直面宇宙未知的深刻启示。在多方数据的交叉验证下，我们得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证据确凿，3Atlas的行为模式、结构构成、动力机制都与人类已知的任何彗星迥然不同。它像是彗星的外星版本，打破我们关于太阳系以外物体的所有刻板印象。它富含二氧化碳与金属成分的化学结构，几乎可以肯定地表明它诞生于一个远离我们太阳的恒星系统。那个地方的星云中水极为稀少，而重元素却异常丰富，是个截然不同的星际化学实验室。
甚至连它那与众不同的反伪现象，即尘埃与气体不朝向太阳放射，而是反方向延展的异象，也可能源于它独特的化学构成对太阳辐射的奇特响应。这意味着它的物质不仅异于常规彗星，连与恒星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也完全不同。当 Sun Atlas 以数十公里每秒的速度划过我们的星系，它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过境，而是一扇通往宇宙多样性的大门。它让我们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接触到另一个星系系统的构成，像是一位带着外星图纸的使者，短暂却深刻地拓宽了我们对银河系邻居的认知。Sun Atlas 不是一块普通的冰与尘混合体，而是一位沉默的宇宙信使，携带着来自70多亿年前的物质记忆，从一个早已消逝的恒星摇篮中启程，历经漫长时空旅程，带来了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世界基因，静静穿过我们的眼前。它的独特性远远超出了统计学的罕见，这是一个可能在上亿颗天体中才出现一次的特殊构造体，如同一块宇宙地层深处突然露出的化石，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星系的曾经模样。与我们观测过的数千颗彗星与小行星相比， Sun Atlas 显得格外孤独而特殊，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同类，它是宇宙中极为稀有的孤品，仿佛是为挑战我们认知而生的谜题。而现在，时间在滴答流逝，这个史诗级的天文剧目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与 Sun Atlas 的邂逅已进入最后的几个章节。据计算，仅剩30天，在10月3日 ，Sun Atlas 将以160万英里（约3000万公里）的近距离掠过火星轨道，这是它在穿越太阳系过程中的最近节点。这场宇宙过境将成为人类捕捉它更多信息的最后窗口之一。欧洲航天局早已部署好了火星快车号和 TRACE 气体轨道器，他们将在近地轨道上展开协同观测，希望能在10月29日 Sun Atlas 绕过太阳，进入耀眼炽热的不可见阶段之前，获取最后一批宝贵数据。因为一旦它被太阳光遮蔽，我们将无法继续追踪它的路径和组成。从10月底开始，这位神秘的星际来客将暂时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就如他到来时那般悄无声息。那将是一段短暂的沉默期，也是科学家在数据面前加紧分析、总结与猜测的最后准备期。但希望尚未熄灭，预计在12月，当 Sun Atlas 再次从太阳背后缓缓现身时，天文学家将以最快速度调整望远镜焦距，重新锁定目标，希望抓住这最后的反光时刻，在它彻底飞离太阳系，回归星际深空之前，再解开哪怕一丝多余的秘密。4架望远镜，4种视角，4种技术，合力揭开同一个宇宙谜团。他们的协作成为现代天文学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洞察行动。4项独立的确认结果来自不同机构、不同波段、不同仪器，却出奇一致。科学的语言在这场跨设备协作中显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最终我们得出一个曾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的结论： Sun Atlas 不只是不同寻常，它以自己孤独而震撼的存在，悄然改写了人类对宇宙结构、行星形成乃至星际迁移可能性的根本理解。这个拖着逆尾、携带异质分子、经历数十亿年漂泊的远方来客，不仅带来了知识，也挑战了科学的极限。它的每一项异常，都是对人类观测与理解能力的一次测试，一次飞跃。当 Sun Atlas 在火星轨道附近划过并即将脱离太阳系时，整个世界都屏息凝神，仿佛在注视一位古老智者从人群中穿行而过。那一刻，不只是天文学家，连普通人也在仰望星空，想象这位天外旅者身上所藏的宇宙密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站在科学探索的边缘，望向宇宙深处。在这颗彗星即将远行之际，我们也重新审视自己的无知与渺小。Sun Atlas 用它静默的飞行告诉我们，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奇特、更丰富，也更值得敬畏。